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调查和我们的深入侦查，你的父亲是国际恐怖组织的重要头目。国际恐怖组织？对，国际恐怖组织 K2 集团，一个庞大而隐秘的恐怖组织。你的父亲代号虎鲸，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，他专门负责针对中国的渗透和恐怖袭击。这10几年以来，我们一直不断地对他的调查。这不可能！我爸爸他就是一个做生意的，他不可能是恐怖分子。你的父亲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死敌，也是全世界的公敌，更是一个资深的恐怖分子。他在世纪警方和情报机构的黑名单上已经很多年了。我从小就没见过他。我一直问我妈妈，我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可是你们告诉我的不是我想象当中爸爸的样子。就算我爸爸是恐怖分子，那我也是恐怖分子吗？你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？根据我们现在的调查，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你也是恐怖分子。我希望你是无辜的。希望？你们监控我，闯进我的店去抓我，现在跟我说希望我是无辜的。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无辜的公民吗？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合乎法律法规。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，我希望得到你的谅解。但是身为公民，你有配合我们进行调查取证的义务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我和他没有任何交集，怎么配合你们调查取证？你是他的女儿，他一直在试图和你建立联系。你们不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太卑鄙了吗？你们想利用我做诱饵，抓到我的父亲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算他真的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，可是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孩，你是一个好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既有光明也有黑暗，你选择了光明；既有善良也有邪恶，你选择了善良。金莲，其实我们对你的认识和了解，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深。每一次在看着你的资料的时候，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深深的同情，但同时为你知道，你很有可能是中国警方对付 K2 所说组织的关键人物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答应帮助我，但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会有更多无辜的同胞会因为你父亲而死去，他是不会受伤的。我再怎么样，他毕竟是我的父亲，为什么非要我做这个事情？我做不到的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坚强。我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很难，也很突然。这样吧，有个人想见见你，谁会在这个时候要见我？马上就会知道。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，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也是才刚刚知道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怎么会是这样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。
我是不是连累你了？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。绵绵，我知道今天晚上一定很难熬，我也一样。我一路过来，脑子里全是懵懵的，怎么这一夜会发生这么多事情？这对于你来说是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事实。他毕竟是你的父亲，父亲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永远无法代替的角色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是警方派来的说客，想要说服我出卖我自己的父亲。这不是出卖，这是什么？大义灭亲吗？你觉得我像是那种大义灭亲的人？我从小就没有爸爸，父亲一直是我幻想当中那个慈爱的男人，他只是没有办法找到我，所以不能疼爱我。我现在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他们都叫他虎鲸。那如果他是虎鲸的话，我就是小虎鲸好了。他是我的父亲，我是他的女儿，这是老天爷注定的，我改变不了。你不是来说服我的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的决定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知道你是无极人，但即便我的父亲是恐怖分子，他也是我的父亲。请你原谅我。绵绵，我并没有在责怪你。我给你看一些东西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恐怖袭击的现场，这些惨死的人，也都是有父亲有母亲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想告诉我，这些都是我父亲干的吧？根据各国警方的侦查，这些恐怖袭击都是虎鲸，也就是你的父亲亲手实施策划的。是这样。绵绵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一切。你那么爱小狗，那么爱生活，你那么善良，我懂。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，有那么多无辜的死难者，他们呢？你不要再说。你到底需要我怎么做？谢丽，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。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很难，你也是经历了复杂的思想过程。你们不要再说这些，到底要怎么对付我爸爸？我们的计划是对你发布通缉令，由沈长城同志跟着你，担任你的贴身保护任务。你们将面临警方和武警部队的围追堵截。不过，私下里我们会配合你们逃逸。你们一直朝着西南方向到达西南边境地区，准备偷渡。这是我们行动的第一步。那行动的第二步，我们会在西南边境设置障碍。